时隔3个月，美军驻伊拉克基地再度遇袭。俄罗斯支援胡塞武装反舰导弹打击红海美军军舰，精彩资讯即将开始。伊朗新总统佩泽西奇扬上台后，偃旗息鼓几个月的伊拉克民兵组织又开始袭击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了。据美国《星条旗报》报道，五角大楼18日证实，由伊朗支持伊拉克民兵组织于16日夜间以2架自杀式无人机袭击了驻有美军和其他国际军队的伊拉克西部阿萨德基地，其中1架被拦截，另1架击中基地设施爆炸，造成轻微损害。这是4月以来驻伊拉克美军遭遇的第2次袭击。伊拉克民兵组织再度重启了对美军驻伊拉克与叙利亚的基地的袭击。作为抵抗之孤的重要成员，与伊朗有关的武装组织自去年10月以哈战争爆发后，就对中东地区的美军展开了持续打击行动。据美方统计，截止今年年初，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的武装组织对美国在中东地区军事基地的袭击次数已经达到了惊人的150起，若是截止到现在，甚至会超过175起，而且袭击力度和造成伤害并不小。如最让中东美军刻骨铭心的，便是今年1月底伊拉克民兵组织发动的一场袭击。在这场袭击中，伊拉克民兵组织出动无人机和火箭弹，一次性袭击了美国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等地的5处军事基地，其中位于叙利亚与约旦边境的22号塔美军基地成为该组织的重点关照对象。据美国通报称，在此次袭击中，至少有1架该组织的无人机闯入了美军的生活营地，造成3名美军士兵死亡，至少34人受伤。这是自伊拉克民兵组织展开本轮袭击行动以来，美国首次承认有美军在袭击中丧生事件，可见伊拉克民兵组织给中东美军造成了不小的创伤。美国总统拜登也亲自下令展开报复，要求美军对伊拉克民兵组织展开一场收网行动，并且美军还认定伊朗要对本场袭击负有责任，称伊朗是该组织的幕后支持者。为了躲避风头，避免中东局势升级，伊朗前总统希莱要求伊拉克、叙利亚境内的民兵组织暂时偃旗息鼓，暂停袭击美军基地。而如今，伊拉克民兵组织再次袭击驻伊拉克美军，这是否意味着驻伊美军的消停日子结束了？刚上台的伊朗新总统佩泽西奇扬接下来会有什么动作？还会继续找中东美军的茬吗？火力军会持续关注。另一个值得大家关注的地方也和伊朗有关。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情报机构警告称，俄罗斯可能会向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提供反舰导弹，以回应乌军使用美制武器攻击俄本土的行为。胡塞武装自去年10月7日以哈战争爆发以来，就一直活跃在红海海域。而影响力不如美国的俄罗斯，为报复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援，自然愿意在红海局势上掺一脚。甚至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俄罗斯是乐于见到美国往红海问题上投入更多资源的，这样也能减少俄军在俄乌战场上的压力。面对俄罗斯可能采取的向胡塞转移反舰导弹行动，目前美国已经发起了一项秘密行动进行阻止，详细袭击虽未披露，但据《华尔街日报》引援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埃里克·库里拉陆军上将在给国防部长劳埃德·艾斯汀的一封机密信中建议到，美国领导的繁荣守护者行动和欧洲领导的 IPEACE 行动均未阻止胡塞武装对红海航运的袭击，因此需要采取更多的措施，包括但不限于利用外交第三国说服普京不要向胡塞武装提供武器。更多内容火力军会持续关注。假如俄罗斯最终向胡塞武装提供了先进反舰导弹，胡塞敢打美军舰吗？答案是肯定的。在艾森豪威尔号航母打击群部署的9个月时间里，虽然那使用各种武器摧毁了一批胡塞武装的空中无人机、导弹、无人水面舰艇以及岸上各类目标，但胡塞武装并未伤及根本。在7月初，胡塞武装就曾发布视频警告称，一旦美军的罗斯福号航母抵达红海水域，就将其击沉。
大家也别觉得这是胡塞武装的自嗨，胡塞武装刚刚才把航行在印度洋上的英国运输船安维尔角号打了，按照距离少说都有几百公里了吧。此外，胡塞还和伊拉克伊民兵展开联合行动，把以色列港口城市海法的货船给扬了，加上靠伊朗技术搞出的哈特姆2高超音速反舰导弹，胡塞武装是有实力对美军舰造成威胁的。至于俄罗斯能提供哪些导弹，其能打的导弹种类还是很多的，如口径导弹其系列里的 3M5411 亚音速反舰导弹，不仅符合胡塞武装的搭载平台，装备在排水量较小的小型水面舰艇和潜艇上，而且该导弹以惯性导航为主，同时搭配地形匹配和卫星导航系统制导，使其可以精准命中目标。又或是锆石高超音速导弹，其能以9马赫的速度飞行，并打击1000公里以外的水上和地面目标。该导弹可安装在舰船和潜艇上。当然，低配点的也有 P800 镐玛瑙导弹，射程虽仅有300公里，但却非常适合在红海区域使用。其战斗部重量为300公斤，足可贯穿大吨位水面舰艇，且具备末端 S 型机动变轨。当靠近目标时，它可以下降到10米高度，美军舰很难进行拦截或击落。总之，俄罗斯提供反舰导弹涉及亚音速到超音速，将极大增加胡塞武装打击海上目标的能力，甚至直接威胁到美军军舰。当然，我们也不必过于担心俄罗斯向胡塞提供反舰导弹所带来的影响，因为越是先进的反舰导弹，就越需要同等技术水平的态势感知体系来完成辅助作战。很明显，胡塞武装目前并不具备这样的作战体系，即使 P800 交到他们手里，其实际作战效能也会大打折扣。值得一提的是，俄罗斯若是真的向胡塞武装提供反舰导弹，那胡塞武装绝不是唯一的接受者，伊朗、黎巴嫩真主党、朝鲜等同样可能向俄罗斯提供清单，且从援助优先级来看，胡塞武装甚至还要靠后一些。大家觉得俄罗斯会向胡塞武装提供反舰导弹吗？北约峰会期间，法国、德国、波兰和意大利签署了一项欧洲远程打击方案。据方案内容显示，北约为追求纵深精准打击能力，需要大量射程超过1000公里的导弹。而欧洲导弹集团目前就拥有符合要求的导弹，其曾在2024年欧洲防务展览会上展示了一款陆基巡航导弹。LCM 基于海军巡航导弹改进而成。据资料显示 ，NCM 长6.4米，重1100公斤，战斗部重500公斤，飞行速度约每小时800公里，射程1000公里。而作为更加先进版的 LCM， 无论是射程还是威力都将远超 NCM。此外 ，LCM 采用复合制导模式，可通过 GPS 辅助惯性导航实现超低空飞行，且可多次改变航向。在弹道末端启用红外成像系统锁定目标，同时还强化了雷达隐形能力，能够更加有效地穿透敌方防御网。配套的载具是轮式发射车，一次可装载4枚 LCM 导弹。有分析认为 ，LCM 这类武器能以低成本提供可靠的前沿对峙火力，它的机动性和超远程打击能力，使其能够在无需战术飞机的情况下进行高优先级的深度打击。如果从芬兰或波兰发射，仅凭着 LCM 远超1000公里的射程，可直接威胁俄罗斯腹地，也能覆盖俄罗斯飞地加里宁格勒州。而且俄罗斯并不擅长反炮车行动，这些超远程导弹的生存空间很大。鉴于欧洲国家对超远程导弹的迫切需求， MBDA 已经着手 LCN 的长期发展规划。尽管其尚未公布 LCM 的出售方案，但外界普遍认为欧洲国家将会成为首批采购者。据中时新闻网7月18日报道，美陆战部队在对近些年来的演练经验分析后发现，相较于装甲车辆，轻装步兵单位缺乏防空能力，无力应对低空无人机等威胁。为增强班排级步兵单位的反无人机能力，陆战队已于7月15日发布了资讯需求书，正在寻求新的作战装备。
按照需求书要求，所需装备主要分为4类。首先是 5.56 毫米、7.62 毫米、12.7毫米以及40毫米口径的新型霰弹。其次是体积轻便、可由导轨整合至步枪上的无线电射频或 GPS 干扰枪。第三则是能够实现追踪、瞄准射击的小型飞行器光学瞄具。第四则是能够运用声学或射频技术对无人机进行侦测预警的作战系统。据专业人士分析 ，M320 单发榴弹发射器以及 Mk19 榴弹机枪有望满足陆战队的要求。这2款武器配备易碎特性的铅弹和飞镖弹，足以应对低空无人机。不过，这类特殊弹药的射程较短，可以尝试运用新材质射击弹药，以此来延长射程并增大杀伤力。其次就是 AESA 雷达，这款雷达曾被乌克兰用于侦测无人机，且取得不错的实战效果。不过可惜的是，该雷达体积大，比较仰赖车辆搭载。如果美陆战队能够开发出便捷版，便有可能满足其需求。据自由时报7月17日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展示了一款新型轮式自走炮罗姆。据美媒7月13日消息，罗姆已于今年6月完成首次实弹射击测试，其性能令以色列军方相当满意。据以色列军方表示，罗姆搭载于轮式平台，比现役履带式 M109 有更强的机动性，能够快速部署至战场前线，随时提供强大的火力支援。而且它还具备高度自动化射击能力，只需士兵启动射击按钮，就能够实现炮弹自动装填、炮弹自动上膛，操作更加便捷高效。同时，罗姆的射速更是达到现役 M109 自走炮的2倍，每分钟可发射8枚155毫米炮弹，火力输出十分惊人，足以压制第一方阵地，更能适应现代战场的需求。按照以色列军方计划，预计罗姆明年即可正式加入以色列第36师第282炮兵旅，陆续取代现役的 M109， 成为以色列陆军新一代的火力支柱。据自由时报7月17日报道，美国空军在举行开放航空展时，特意安排2战时期 B-29 轰炸机和现役 B-2 战略轰炸机进行同框表演。美军509轰炸机联队表示，之所以会安排这次同框表演，主要是因为机会难得，且这架 B-29 还保存有飞行能力。值得一提的是，驾驶 B-29 和 B-2 的飞行员均属于第509轰炸机联队。1944年12月，美国成立了第509混合大队，也就是第509轰炸机联队的前身。队内部署有15架 B-29， 目的是为了执行核武器作战，所以第509混合大队还被称为核武打击部队的始祖。随后，美国空军正式成立，第509混合大队更名为第509轰炸机联队。1993年，第509轰炸机联队接受了首架 B-2 轰炸机。时至今日，第509轰炸机联队仍是唯一操作 B-2 轰炸机的作战单位。所以，对于美军此次特意让 B-29和 B-2 同框飞行，有军事专家表示 ，B-29代表着美国早期的核武打击力量 ，B-2则是代表了现代，暗示着美军战略核打击力量正在更新迭代。据中时新闻网7月18日报道，新加坡国防部长黄永红和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于7月16日在五角大楼会晤，双方不仅重申了长期以来的国防合作关系，还希望能够进一步扩展两国部队之间的合作关系，以加强彼此间的互通性。值得一提的是，双方还签署了一份有关数据分析、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意向声明书。黄永红特别强调，运用 AI 等新兴科技来实现国防现代化越来越重要，很期待与美国进行更密切的合作，尤其是在军事领域。
据中时新闻网消息，德国海军有意对服役30年的勃兰登堡级巡防舰进行重大升级。据警报5报道 ，F123 全长138米，全宽16.7米，排水量3600吨，最高速度每小时54公里，航程7400公里。在武器方面，它配备有一座奥托布雷达76毫米舰炮，2座舰用版 BK-27机炮，4具填装 MK46鱼雷的鱼雷发射管，4发飞鱼反舰导弹，16发 RIM-7海麻雀导弹。在侦搜系统方面，它配备一具 LW082D 地频中长程对空搜索雷达，一具 Smart S3D F 频多波束目标获得雷达，2具 ReadPass I 频导航雷达，一具 STN DSQS-21BZ 声纳系统，一具 STN Atlas TAS-63 拖曳阵列声纳系统。目前，德国一共有4艘 F123在正常服役，且均属于德国水面舰队的主力。其先进的侦搜系统在反潜作战中有极大优势，亦可用于局部防空、战术指挥以及对地轰炸。据德国海军表示，由于 F123服役已久，准备对其进行重大升级，但却发现该舰的电脑储存系统严重落伍，使用的还是8英寸磁盘，无法与现代系统兼容。德国海军曾派遣专业技术人员多次进行系统调试，但都没有取得有效进展。为实现 F123武器系统、指挥控制等关键军舰核心资料的延续和保护，德国联邦国防军提出了一项独特的招标案，希望竞标公司能够利用专业技术，使 F123的磁盘系统能够和现代中央电脑实现无缝桥接。7月16日，罗马尼亚国防部长米列亚对外宣称，预计最早于今年秋天会与美国拟定采购协议，购买最新一代 F-35。其实，早在去年9月份，罗马尼亚就已经在进行该计划，想要以65亿美元的价格购买35架 F-35A 闪电2隐形战机，包括飞行模拟器、弹药等相关售后和培训服务。而此次米列亚的讲话意味着这一计划有了新进展。此外，米列亚还表示，购买 F-35只是长期国防战略的一部分。据悉，罗马尼亚为了能够增强空军实力，已经整合了来自挪威的32架二手 F-16，还有自2016年以来从葡萄牙购买的17架。而且，据防务新闻消息，罗马尼亚可能还会加购16架 F-35，使订单数增加到48架，组成3支 F-35战机中队。据北欧最新数据显示，波兰军队现已成为北约内第3大军事力量，也是欧洲最大的军事力量。目前部队规模达到了216100人。排名第一的是美国，部队规模达到130万人。第2名是土耳其，48万人。紧随波兰之后的是法国，204700人；德国185600人；意大利171400人；英国138100人。在过去10年里，波兰军队的规模增加了1倍多。2014年只有99000人，当时在北约排第9。2020年增长到了116200人，在北约排第8。俄乌冲突爆发之后，波兰设定了新法案，要将部队规模扩大到30万人。也就是从这一年起，波兰军队人数开始迅速增加，陆续超过美国和土耳其以外的所有其他北约国家。此外，波兰在扩大部队规模的同时，还大肆购买先进的武器装备，比如购买韩国制造的 K2 主战坦克、K9 155毫米榴弹炮，以及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 F-35战机等。对此，波兰国防部长布瓦什恰克表示，通过扩大部队规模、采购现代化武器等方式，波兰军队将成为欧洲最强大的陆军。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对驻伊美军基地遇袭以及俄罗斯是否会向胡塞武装提供反舰导弹是什么看法？都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